Hello，大家好，我是 No 哥，今天跟大家分享 A3 的第一周强度排行榜。第一套 T0 牌组也是最高胜率的，依旧是奇拉蒂娜达克莱伊。这次的数据是从新卡包开始计算的但是呢，奇拉蒂娜达克莱伊呢还是打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啊，它的胜率总共有 56.9% 这胜率非常的高，是我们最高胜率的一套牌组。这套牌组跟上一个版本基本上是一模一样这里的是带了一张的火星跟红牌啦，毕竟现在的大家都是想要直接糖果进化2阶嘛，所以只要他们凑不齐这2张牌，他们就没办法快速的进化，大幅的降低他们的胜率火星跟红牌呢，在这前期就非常的重要接下来的第二套 T0 牌组电的花舞鸟搭配自爆磁怪。这套牌组呢，游玩的玩家没有到特别的多，但是也有超过我们进榜的标准。它的胜率是第2高 56.4%。电的花舞鸟在对战 ES 宝可梦的时候就是无敌状态。这套牌组是专门来对付 ES 宝可梦的自爆磁怪在小人牌组里面也是非常的强势的，带了一张的古兹马，现在的古兹马其实非常的强有很多牌组呢都开始有带一张的古兹马，毕竟丢掉对方的斗篷就是等于减少他20的血量接下来的 T1 牌组第一套叉字符尖牙龙阿尔宙斯，这一套呢是我没想过它胜率那么高，因为在我自己游玩起来呢，我的这一套的胜率其实是蛮低的可能我的打法不对，还是发牌员在搞我不知道。叉字符被动打30，前期有尖牙龙1颗能量打50，后面有阿尔宙斯可以打130这套牌组的强度还是有的，最怕就是卡进化。再来的第二套喷火龙 EX 搭配一组的赤焰咆哮虎，新喷算是现在的主流。有了糖果之后呢，新喷的进化速度非常的快它只需要使用它的第一个技能呢，就可以快速的把这能量给凑齐了，下个回合就可以开始打了。咆哮虎呢是可以来针对这个电的花舞鸟的，但是我个人的游戏体验呢，我每次都做不出这个咆哮虎啦，我反而觉得玩纯的咆哮虎或玩纯的喷火龙呢，胜率会比较高一些再来的是猎咬路杀战锤龙，这套牌组非常的强猎咬路杀 ES 1颗能量可以选一只宝可梦打50，3颗能量呢打100，不要小看它这个伤害在现在这个版本呢，猎咬路杀非常的强势接下来的是卡比兽甲贺忍蛙奇拉蒂娜，这套牌组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卡比兽4颗能量可以打100，那有阿勋2颗能量就可以直接打100了这里是带了2张姐姐，我觉得打这一套呢，大家的重点是要给卡比兽卡比兽算是我们主要的输出之一毕竟2颗能量加阿勋呢就可以打这100奇拉蒂娜基本上是来补一个收尾的伤害的，这套牌组我觉得非常的强再来的是大家最喜欢的战锤龙搭配路卡利欧，还有一张的马纳菲。现在的战锤龙非常的强1颗能量打130，有路卡利欧的就变成150。现在的莉莉艾呢又可以帮他续航，所以现在战锤龙来说非常的强势接下来的是化石翼龙战锤龙，还有一张的锅罩鸟，这套牌组的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只是没想到呢它的胜率是那么的高因为我们玩的是双化石嘛，所以锅罩鸟一定是会起手的那只要我们的手牌不是很好的，基本上就可以用锅罩鸟呢去把它给滤掉。再加上现在2阶加糖果的牌组呢，对方的手牌基本上都会比较偏多的所以呢，让我们更好的去发动我们的锅罩鸟的效益。花石翼龙只要比对方更快的进化出来，基本上对方就没办法在前面进化这也是可以降低现在2阶的速攻牌组。这套牌组个人觉得顺起来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强势接下来的是日神佐尔加雷欧搭配盔甲鸟，这套牌组呢是本周最多人使用的，胜率也还不错，是我们 T1 的最后一套牌组。盔甲鸟前期1颗能量可以打50，索尔加雷欧出来之后呢非常的夸张2颗能量就可以打120。虽然自己会受到10点伤害，但是呢它有180的血量，基本上呢就无伤大雅。它的特性更加的夸张，可以直接跟前排换位就算你的前排中麻痹还是睡觉，它还是可以直接跟它换位的只要日神很快的进化出来，基本上对方就会非常的难打，除非你用的是喷火龙，因为喷火龙是比较好去克制它的。这套牌组最怕的就是卡进化，
接下来的是我们的 T2 牌组第一套八字符，一张的达克莱伊，2张阿尔宙斯和1张的代兽。代兽是在前期可以帮我们去补这个伤害，代兽在前排，我们后面可以每个回合填能量给达克去触发他的被动，再净化叉字符呢来使用他的被动。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把能量填给阿尔宙斯，让阿尔宙斯来打出这个130的高伤哦。接下来的是纯的试验咆哮虎 EX。这个牌组呢，我个人玩起来是觉得蛮顺的，也是非常的简单。没办法净化呢，你已经输了哈。它的第一招是有灼伤效果的，当遇到电的花舞鸟的时候呢，它至少还可以每回合烧它20点伤害哦，所以呢还是有机会可以战胜的。接下来的就是狼人跟战锤龙。狼人2颗能量，如果对方的宝可梦血量是比他高的，他就可以打100的伤害。如果没有的，他就只能打50啊。那基本上是拿来针对现在的 ES 宝可梦的哦，因为现在 ES 宝可梦的血量呢，基本上都会比他高，所以呢，他打这个100呢，只要2拳，基本上就可以收走现在的 ES 宝可梦了。而且它是一个小人牌组哦，那再加上呢，战锤龙只要1颗能量就可以打出130的高伤，所以这套牌组呢也是蛮有优势的。T2 的最后一套魔幻假面喵搭配虚色促销。魔幻假面喵是专门来针对 ES 宝可梦的，对战 ES 宝可梦是可以打出130的伤害。现在又是有草的专属斗篷嘛，所以呢，它的生存能力也会变得非常的高哈。虚色促销2颗能量，只要有受伤的，它都可以直接打这100的伤害，非常的高哈，非常好的用来去做这个收头的动作。它2颗能量也是可以打80，这一组也是蛮适合现在的环境版本的。接下来呢是 T3 牌组第一套纯的喷火龙，是带了2张的莉莉艾，1张的赤日纳兹和1张的板木哦。喷火龙本身是打150嘛，那有了板木呢就可以收掉160的宝可梦。我个人觉得玩纯的喷火龙是比较顺的哈，不知道大家是玩喷火龙加咆哮虎会比较顺，还是玩纯的喷火龙或纯的咆哮虎会比较顺呢？我个人是偏向后者哦。再来的 T3 第2套，我看到这套牌组的时候呢，我有点吓到。这套牌组的胜率呢，竟然有到 T3。那在排位赛里面呢，我几乎是没有看到这个旧版的喷火龙啊，只是说在比赛的环境里面呢，竟然还有看到它哦。那它游玩的玩家也是蛮多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爱啊？那这一套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旧版的这个喷火龙，只是说它没有带伤药哦。4颗能量打200，目前依旧是1拳1个小朋友哦，非常的强。比如说对方的新喷，只要他卡进化了，那我们的凑齐4颗能量直接挥1拳200呢，还是可以战胜对方的哈。在接下来的 T3 最后一套牌组，我看到当时也是吓到的，我们之前非常强的暴鲤龙，这个暴鲤龙呢跟之前的牌组是一模一样哈，它的胜率依旧有 43.2% 的胜率哦。如果小霞开出洪荒之力，给了很多水呢，其实暴鲤龙还是非常的强势哦。接下来就是强势，但是呢比较少人玩的牌组哦。第一套甲贺忍蛙搭配电的花舞鸟和1张的奇拉蒂娜，1张的介米，这套牌组其实就是为了要来针对现在的速攻的 ES 宝可梦牌组的。花舞鸟对 ES 宝可梦无敌，奇拉蒂娜呢，我们就可以在后面蓄能给它。甲贺忍蛙只要有出来了，每回合都可以丢这个手里剑哦。谢米是可以帮我们的花舞鸟去补血的。因为花舞鸟比较怕的是对方放毒针或是头盔嘛，那每个回合我们都受到20点伤害，那有了谢米的每回合都可以帮我们补10点的伤害，我们花舞鸟的生存能力是会比较高的哈。接下来的是好胜毛蟹，2组的好胜毛蟹搭配2组的甲贺忍蛙，还有1张的帕鲁奇亚。好胜毛蟹1颗能量打40，下个回合它就可以打80啊。他比较怕的就是对方可以将他换位啦。针对现在环境来讲，他还是蛮不错的哦。手里剑20，再加上他80，每个回合最少可以打100的伤害哦。再来的居色速销搭配蓝糖花，蓝糖花1颗能量对全场打20点，这样子呢就可以搭配我们的居色速销来触发他的第一个技能哦，2颗能量打100，这2招算是一个 combo。再来的就是大针锋。这里呢是带了2张的大针锋 EX 和2张的大针锋，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第2个回合一定要进化出大针锋，最理想的就是进化出大针锋 EX，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丢对方的能量了。只要对方没办法凑齐能量呢，他就没办法对我们造成伤害哦。这套牌组呢算是一个速攻牌组，
也是蛮不错的。接下来的诅咒娃娃搭配一张的卡普叠叠，一张的超系花舞鸟，一张的超梦和一张的谢米哦。这套牌组呢放的牌呢看起来好像是蛮杂的，其实呢一点都不多啦。比较害怕的是谢米骑手，那谢米在这里呢也是蛮好的，因为我们诅咒娃娃呢它是可以直接封锁对方填能量给前排嘛，它也是蛮怕头盔跟毒针的。那谢米是可以帮他减缓这个伤害的哈。卡普叠叠对方一颗能量呢就是打20啊，那如果说对方是奇拉蒂娜，他身上有4颗能量的，你就可以直接对他造成80点的伤害哦。这张牌是可以任意挑选攻击的宝可梦的，所以非常的强啊。这套牌组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喜欢恶心别人的朋友们呢可以试一下哦。再来的今天就有一套魔幻假面喵搭配甜冷美后。魔幻假面喵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啦，打 ES 宝可梦呢有130的高伤，甜冷美后呢一颗能量只要有正面就50，最高是打150哦。冷艳美后在打小人牌组还是非常的强势的。本周的强度排行榜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你们觉得这一次新的环境怎样呢？我个人觉得这次环境让所有的牌组都起来了啊，那大家可以去玩你们喜欢的这些牌组啦。只是说现在的胜率好像是跟运气有关，跟技术的占比例是比较少的。好，那如果说你们还有其他想法的，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咯，大家拜拜。快看，6个影片，快看，6个直播。